种下了自由的种子，让它改变每一寸土地，带走了故乡的尘土，扬洒在我每一寸脚印。前路漫长，却不离不弃。风沙吹我脸颊，越痛越向前而去。就让岁月抚平这痕迹，泪水送走这别离，待我归来时再拥抱你。时光吹着赤脚的孩子，奔跑迎接着风雨，待我归来时花开满这天地。请你给毛主席捎个话，就是再困难，我们也有办法解决。现在一切为了前线，只要能帮助前线的战士们，我们就是再苦，我陕北的老百姓都能坚持，对不对啊？对。哎，是了，前线打仗的是咱自家的部队，总不能让娃娃们饿着肚子去打仗。我们都是自愿的，一定要捐。捐！我一定把你们的话带给毛主席，还要把你们的话带给前线的战士们。有你们这份心意和支持，咱一定能打胜仗。1947年8月20日，西北野战军在沙家店设伏，歼敌6000余人。沙家店战役是扭转西北战局的关键一仗，基本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北的重点进攻。西北野战军由内线防御转入内线反攻。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来，我给嘉县县委提的这几个字如何呀？好啊，这是对党的群众路线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做出的最通俗明了的诠释啊！人民啊，是我们党和全体指战员转战陕北、夺取全国胜利最可靠的保证啊！要嘉奖彭德怀同志和全体指战员，沙家店这一仗打得好。沙家店战役是对陕北战场有决定意义啊！这一仗以后，我们的困难时期就过去了。用我们的湖南话说呀，打了这一仗就过熬到喽。从今以后啊，我是毛泽东，就不再是李德胜了。为了胜利，陕北的人民群众也是已经倾其所有了。人民的利益要得到保障啊！中央已经颁布了全国土地会议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啊，贺龙、仲勋同志啊，可以回绥德尽快落实土改工作了。贺老总，仲勋来的正好，还没吃饭吧？给，你吃，我也吃不下，有点急事想跟你聊聊。
今天陕甘宁边区干部会议上你也没发言，我猜你就是有心事儿。坐。怎么了？咱们这个土地法大纲是好的，但是在今天的会议上啊，我听几位基层干部反映了不少情况。地方工作，我不如你有经验啊。你观察敏锐，说说看。首先是工作中，没有区分革命老区和新区，对一般地主和恶霸地主也没有明确的界限，对中农、工商业、3.3制等政策解释的也很含混。所以我担心啊，我担心这在我们土改执行当中，很容易就滑向左的危险。下边某些干部在土改中大搞评估农打天下做天下，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做法，把土改中本来是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会议，硬是给搞成了过激行为的批判斗争。你这么一说，还真是提醒了我也有责任呐。贺老总，做不好我们都有责任。而现在看，确实出现了一些偏差，比如说，不分青红皂白的就给人扣帽子。我认为给中农、给富农扣帽子，这就是错误的。甚至有些干部，为了斗争，把中农说成是富农，把富农说成是地主，还出现了吊打逼供的情况，这怎么行嘛？再这样下去，咱们的政策怎么能正确的执行和贯彻呢？我也听到一些说法，叫什么“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每一个村子都要定指标，必须划出这几个阶级来。这叫筷子笼里拔旗杆啊，完全是教条主义嘛。贺司令，咱们可能还得好好把握一下。我呢也想趁着休会的时间，跟你请个假，下去走走转转。好啊，多走走，多听听去。但是现在首要的任务是先吃饭。不，我就不打扰你吃了，我走了啊，你快吃。我跟你说啊，现在是贫苦农的天下，你们该整个这个积极分子，保证你们以后是吃香的喝辣的。到咱们表现的时候到了，咱们不能冤枉一个好人，但是绝对不能放过一个坏人。你们几个去收集证据去，收集好了你跟我说，到时候我统一举报。成。行，那你们忙去吧。你干啥去？你管我干啥去？滚蛋！你现在是平农团的积极分子嘛？我还要把你巴结巴结了。啊，吃菜，吃菜。你巴结我干啥呢？我今天在你这儿没饭吃了，明天还不知道在哪儿吃呢。看你客气的啥？啊，兄哥，把大爷好酒拿来啊！还喝酒呢？有的嘛，你看，现在是评估农作天下，你就可以当家做主了嘛。哎，来，给你哥把酒倒上，走啥呀？给你哥把酒倒上。哎，给你哥倒满。对。来，哎，二哥，回去。嫂，你这女子是越长越乖了，今年有20了吧？哎，有了嘛，20年前我就抱上这女子的嘛。你看这一转年都长这么大了，都快嫁人的时候了。听说你女子和高王全定亲了，
这是一门好亲事吗？好球的跟好啥了些？这事我从开始就没有同意嘛。咋了？人家高王强从部队上回来就是村长，你以后都是村长他打了，我还等着沾你光呢。哎呀，你就不知道嘛！那年我遇上难了，高兴噻，连哄带骗的，把我3亩多的水浇地便宜买走了。现在啊，我就干7月4，一提这事，我心上就像扎了个刀子一样的，难受的很啊！你看我的手粘成啥了？你看，不该提这事了吗？嫂，你别害怕，现在是贫苦农做天下，我也是贫农团的积极分子，有啥事你跟我说，我给你做主。跟你说啊，跟你说能顶上吗？你俩看不起人，那肯定顶死吗？哎呀，二哥，我跟你说，只要你把我那些水浇地能弄回来，我就把小鹅许配给你。真的？真的吗？走。叫啥了？哎，打，我敬你一个。哎，这不对了。你说啥？我不要嫁给姚二嘎，我跟王全哥好着呢。他当初高大伯真金白银买咱家地，是因为咱家真的困难，你说是不？你不能翻脸不认人，达。再说了，这个王全哥也回来了，回来当村长做干部。那我都跟王全哥说好了，我们马上就要成亲的。达，你个狗日的啊！你跟谁成亲啊？你连你打的话都不听了，打的话都不听了。我把你打不打了你？打！兄我不愿意，要么这事就算了吧。算了，连他打的话都不听了，算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还有他这的哈。我跟你说，只要你把我那些水浇地能弄回来，我把小鹅许配给你，再把我后院里边大青骡子给你打酱子，你说怎么样？打！你就等个好消息吧。啊，坐来。啊，你吃了再走着，回来再说。一定要把我保护好呢。这怂老汉脾气不好，看把我打一顿。放心吧，你放心吧，没问题。高秀才，人呢？死了吗你啊？二嘎啊，你要干啥？干啥？我今天给你宣布上个事情，上头已经撤销了你娃高王全的村长职务，任命我为贫农团的主任。啥意思呢？意思就是从今天开始，我就是郝家桥的最新当家人了。你是当家人？咋了？前30年活东，后30年活西嘛，你还看不起谁？我现在我就审问你，你当年靠贩盐走私起的家，然后又到杜瑞山家里，是连哄带骗把人家3亩水浇地给弄走了。你说你是不是富农？二嘎，俺屋以前是啥情况？你不是不知道，当年杜瑞山他屋地多，怕被翻了，到俺屋求着我低价买了他3亩水浇地。就是的，我是靠贩盐挣的钱买他的地，剩下的地都是我开荒上开出来的，我是没明没黑的干，这日子才好了一点。你别当什么是富农呀？你是没伢老婆车教的，你满屁胡然！我跟你说，现在那新政策划成分，你就是富农，必须达到。姚二哥，你可这才没把买的，不是把他你给他滚！弄啥了？弄啥？哎呀，这老泼妇还打人呢！把这老宋给我拉皮走走，走，拉走。
你在这动接着给你揍！干啥？你要干啥？拿我个踢你干啥？你这妨碍公务！有准有准！我今天给你脸上教训教训！我给你撇了你！有准！你小心，你小心，你坐，你按住，把人按住。小心坐，把人拉好。好。这高青山是咱们村的，慢慢收拾他。这绥德了还有更大的地主了，咱得赶紧去批斗他。要是别的平民团赶在前面了，咱就没油水了。谁是大地主？算你俩老宋运气好。来，二流子，你还给逞了性了？你算个啥东西？你把地库都马上下手！都买了，把收拾里的酒到这些我放上一堆，完了拉上我屋去。哎哥，啊，你过来。啥玩意？你看这衣裳，这衣服可以啊，还是个毛领子啊。这有钱人家就是不一样，好的很啊！有啥质量嘛？哎呀，这床也可以啊，把这床给我搬回去。我和媳妇我乘凉去，在这床上拐来拐去，再生个娃。好的很。哎哥啊，哎，啥嘛？你看这个床瓜子，来看。哎呀，这还新的很么？我过年的时候穿上啊。乡党们，咱们土改啊，就是要消灭封建的地主阶级，消灭一切剥削，特别是要消灭那些大地主。在咱们陈官镇乃至绥德县，最大的地主就是他，安文清。大家说，该不该批斗他？对。他就是最大的地主，安文清啊！你以为捐了300升土地，你就不是大地主了吗？安文清，你家祖祖辈辈都是大地主，你家多少代都在剥削我们农民的大地主。安文清。别以为你不说话就没事了。我实话告诉你，像李鼎铭、霍子乐这些人一个都跑不了，都得过这关。在革命的洪流面前，对抗是没有用的。别以为你是边区参议会的副议长就没事了。乡党们，这一次的土改是群众运动，就是为了要保障你们这些农民有田种，有地耕。打倒大地主！打倒地主！打倒大地主安文清！打倒大地主安文清！你们这干啥呢？啊？把这床的以后给我拿回家，过年开了再穿。好啊，好着，好的很。没着。哎，新着你们这都。哎，都不要扒了！你干啥的？谢师姐，你咋来了？你们在这儿干啥呢嘛？啊，我带着平农团的同志在这儿搞土改工作呢。啊，是的。你带着搞土改？啊。你们村长高望全呢？高望全叫弄下去了，我现在是平农团的主任。你是贫农团主任？啊。你个二流子，平时地头种不好，吃这么个狗，你能当主任？谁给任命的？上头吗？啥？上头？哪个上头？我也不是，就是上头吗？好。那你们搞土改，咋搞到安文清老先生家里来了？啊，安文清是大地主，搞剥削呢。我们的任务就是消灭起剥削，所以这地方现在不归他了。
那归你了啊？归平农团了，以后就是我们的据点。据点啊？好啊！那你们既然打算把这儿当据点，这东西咋都搬出来了？打算弄哪儿去啊？我看着没啥用，拿回去烧炕呢。烧炕？你们知道这是啥？啊？这是安文钦老先生用100亩好地换来的，全国都没几本。你拿回去烧炕？姚二嘎，我现在就撤了你这个主任。习书记，我刚才当上嘛，在这上头任命我的，我当的也好着呢嘛。好你妈个逼！安文钦先生呢？在戏台挨批斗呢。批斗？你们啊，把所有东西都给我搬回来，守在这儿，任何人不准动。是。哎哥，还搬不搬？怂你搬！哎哥，习书记，我刚当上咋就下来了？我叫我再当几天。闭嘴！大刀大地主安文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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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刀大地主。冷静，好着，好着。习书记，安老，仲勋，安老，让您受委屈了。是谁允许你们批斗安文钦先生的？习书记，这上级有指示，这一次土改是群众运动啊，这完全由贫农团说了算。我们都是根据中央颁布的土地法大纲来办事儿的。贫农团说了算？对呀，就让这样的人说了算。姚二嘎同志啊，他是贫农团的主任啊。你让一个二流子当主任，领导土改？安老，不怕，我送您回去。习书记，你这么做就不对了。我们是中央派下来的土改工作组，你无权干涉我们土改的正常工作。顾林同志，这个问题一会儿我们单独谈。乡党们，安文钦老先生在咱绥德县一向是积德行善啊。他不仅出资修建了吴定河大桥、中山礼堂，还和李子洲同志创办了新学堂，让咱的娃有书念、有学上。像这样的老先生，我们怎么能把他拉出来批斗呢？仲勋，我的事儿你就别掺和了。安老，您就听我的。先回去，韩主到，送安老回去，并且把安老的家恢复原样。没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准进去捣乱。是，保证完成任务。谢谢了。你先回去。习书记，安文钦顾林同志，我们不在这儿讨论，你跟我来。老同志，习书记把我贫农团的主任给踹了，咋弄的嘛？别慌，继续干你的工作。好。请你们先出去一下。顾林同志。你们怎么能把安文钦这样的老先生拉出去批斗，并且扫地出门呢？安文钦，他可是绥德乃至整个陕北都有了名的大地主啊！土地法大纲明确规定要消灭剥削，消灭剥削这不是一句空话呀，这是具体的可以操作的革命行动。安文钦这样的大地主，他不被扫地出门，那怎么消灭剥削？怎么解放农民？ 25年，
主席就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明确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中收获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习书记，那你说说，安文清这样的大地主，他到底是我们的敌人还是我们的朋友？他当然是我们的朋友。我们难道会请一位敌人去担任我们议会的副议长吗？顾林同志，像安文清先生、李鼎铭先生这样的进步人士，这是我们党保护的对象啊。什么对象啊？他就是个地主啊！这说的啥话嘛？土地法大纲的颁布，就是为了让那些广大农民手里能够拿到他们祖祖辈辈都渴求的土地啊。同时，还要纠正我们以往对那些地主照顾太多的问题。你这又是教条主义。安文清先生一向开明、乐善好施，是多次帮助过我们党的。他不仅仅自己已经主动捐出了大多数的土地，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绥德的张哲钦、三边的李有竹等等等等，这些地主士绅纷纷捐出自己的土地，给那些没地和少地的农民。他们是一直在配合、在支持我们革命事业的朋友啊。可这些就够了吗？那他们自己呢？他们自己也要变成彻彻底底的无产阶级劳动者才行。安老他们的行动，不正是在促成土地法大纲的贯彻，和在推行耕者有其田的落实吗？顾林同志，你坐下。你坐下。我今天不是要跟你讨论土地法大纲的细则，我要跟你说的是，陕甘革命根据地之所以能够保存下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得到了像安文清、李鼎铭这样的开明绅士的支持。我们现在的革命阶段，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顾林同志啊，所以像安文清先生，不仅不能批斗，我们要很好的把他们保护起来。我们这里是革命老区，这些开明士绅还有老百姓对我们的革命提供了大量的支持、牺牲和贡献。现在大家日子刚刚过得好了一点，这不正是我们革命的目的吗？我们土改小组是得到了上级组织的表扬的。我认为，我们领悟中央工委的土改精神是很到位。我恰恰认为你们领悟的不到位，偏离了中央的土改精神。我现在要求你们，马上改变你们这种错误的做法。习书记，我们可以按照你的指示办，但我坚持我对土改工作的看法。可以，意见可以保留，命令必须执行。明天再写吧，太晚了。我咋睡得着嘛？议和会议之后，晋绥土改的歪风就让顾林这些人给吹到了陕北。像安文清、李鼎铭、霍子乐这样的老先生，这些开明士绅都被他们拉出去批斗。这么搞下去，这还得了？我在晋绥搞土改的时候，那儿乱打乱斗的现象比陕北都多了。
我就提了一点意见，结果就说要连我一起批斗。这以后谁还敢说真话？他们还说他们这么搞，都是上边的指示。上边咋可能有这样的指示啊？这就是这些人在那儿胡整。是。你看，像青山大叔他们一家，他们的地是当年共产党给他们分的，人家好不容易勤勤恳恳攒了点钱，现在日子越过越好了，非要当做富农来斗。还有刘玉厚父子，他们前线当着兵呢，那结果上面来的工作队，那非要说他那个留在家里的兄弟是富农。刘玉厚的地都是他一点一点开垦出来的荒地，这怎么能叫富农啊？所以我说他们胡整嘛。我们制定所有的政策啊，只有从实际出发，要完全真正做到有利于老百姓，有利于生产，这土改工作才能搞好。是这个道理，可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怎么就有人搞不明白呢？你看，像郝家桥，他们非要按照上面的指标打那么多富农，这就不是实事求是。所以我要把这些问题实事求是地向毛主席、向中央汇报。就是这又会涉及到政策问题，要写出来难啊。我记得之前，当初你们在南梁的时候搞的那个边区10大政策，主席不是还表扬过吗？是，但现在呢，跟那时候的情况又不一样了。你看，以前我们的革命老区，到后来的解放新区，再就是我们现在这儿的半老区。所以我反复强调，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可结果呢，就被他们这么不分青红皂白的一刀切，才搞成现在这种一发不可收拾的局面。我还是担心你把这个报告交上去，万一被那些别有用心之人拿来借题发挥，说你右倾倾向，怎么办？像你说的这种帽子，咱家已经一大摞了。我跟你说，他谁给我扣任何样的帽子我都不怕，我就怕说不了真话。行了，你别陪我熬了，你赶快去睡。仲勋，李老，终于到了啊！一路上冻坏了吧？还好，给你备了点热汤热面，走。好。哎呀，顺路啊，拐了几趟弯，驮了点粮食，所以来的晚了一些。你带的粮食很及时啊！现在山上最缺的就是粮食。中央在这儿吃不好喝不好，我们西北局有责任。陕北本来就困难，沙家店一仗，陕北几个县的老百姓把牙缝里的粮食都挤出来给咱们部队吃。现在正在闹饥荒呢，我们一天能吃上2顿饭已经很不容易了。李老，依我看啊，天灾是一回事儿，土改中的一些极端行为伤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特别是作为骨干的中农，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嘛。你说的太对了，
在我们晋绥的土改中，出现了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来对待，甚至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现象。群众对这种现象非常不满意啊。钟迅，土改问题是此次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你可以和同志们好好的讨论交流一下。好，走，吃饭去。哎，刚才啊，林伯渠同志讲的这个情况十分重要，但是我更想听听西北局对于中央的土改政策是怎么看的。钟勋啊，你关于土改的调查报告，西北局已经转报中央了，我看了，写得很好啊。谢谢主席。这几天我一直在想啊，3月以来，我们一直在应对蒋介石、胡宗南对边区的进攻啊，关心战争问题多，关心土改问题少啊。现在看来，我们还是不能不多关心土改呀。同志们，政策和策略啊，是我们党的生命啊。如果我们不加以注意，就很有可能出现大的问题。即使赢得了战争，也赢得不了民心呐。我希望大家能知无不言。钟勋同志，今天剩下来的时间，我就听你一个人发言。是主席，那我讲。我是小何会议之后回到西北局工作的，然后就跟贺老总去了山西。后来从山西回陕北的路上，这一路的所见所闻，让人触目惊心。首先是很多地方都成立了贫农团，我们很多原来的党组织都靠边站了，一切都是贫农团说了算。贫农团说谁是地主，谁就是地主。到了后来，甚至到了凡是有吃有喝的人家，都成了被斗争的对象。有这样一些人啊，进了村子，去了一户人家，先杀猪宰羊，天天吃白面馍，吃光了呢，然后就到下一户。而这样做所带来的后果就是，再没有人愿意搞生产，没有人愿意搞经济，更没有人去搞支钱。我们许多的基层党组织，甚至都瘫痪了。大革命时，主席您还写过一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可我们现在面对地主富农，都没有了一个执行的标准。更可怕的就是晋绥土改，左倾的问题极其严重。比如说，晋绥解放区兴县蔡家崖，这个村子里有552户人家，可是有124户就被划为地主富农，已经达到了将近23%啊！这也远远地超过了我们地主不许超过8%的标准。而就我个人看来，8%都多了，那现在搞到20%以上，这完全就是胡整嘛！照我看，这种左的倾向，不是群众原来就有的，问题就是出在我们一些高级干部的身上。当然，也有搞得好的，比如黄家川，这就得到了群众的支持。啊，那你说说，黄家川他们的工作是怎么做的？我们的干部啊，进了村子之后，首先是挨家挨户的去做了访问，比较仔细的去了解清楚了土地关系和群众的问题，去认真倾听了群众的心声。后来呢，经过我们分组讨论，大家提出来啊，可以用调剂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第一，可以抽出地主多余的土地；第二呢，抽出公地、荒地、绝户地分给农民；第三呢，
修正过去分配不公和群众很有意见的地。第4就是接受一些中农自愿捐赠出来的土地，分给缺地和少地的农民。经过我们同志和村民的这个共同决议，大家都认为还是非常公道和合理的，而且得到了全体通过。好啊，好啊，啊，能够让大家都满意，这就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看来，只要充分发挥民主啊，就可以避免在运动当中出现过火的行为啊，做得好。可是主席啊，就根据目前的真实情况，大部分的做法还是让我们很多同志无法接受的。比如说，有人甚至把李鼎铭先生、安文清先生、霍子乐先生，甚至刘志丹同志的父亲刘培基先生，他们都被批成了地主，一个一个拉出去批斗。岂有此理！李鼎铭先生、安文清先生都是与我们党荣辱与共、肝胆相照的民主人士。如果连他们都不信任，那我们还能信任谁呢？大家都要记住，我们土改的目的是为了消灭封建的剥削制度，我们要消灭的是地主阶级，不是要消灭地主啊！是主席，我们一定严格按照您的指示办。我们党啊，从来不缺少干部，但是我们就缺你这样坚持实事求是的好干部。钟勋，好好干。是主席。主席，仲勋书记到了。主席，仲勋，来，仲勋啊，你刚才讲得好啊，我很受启发呀。啊，不敢，坐。仲勋，你刚才啊谈到了黄家川这个典型，我觉得很好啊，应该把它形成报告，搞一些小册子，下发给我们的基层干部。我觉得这个比指示、文件要强得多啊！哈哈。路边的小花在摇曳，摸一把泥土的温暖。当清风拂过我的脸，我回望的时候看见你。冬日走进了山，雪花划破眉间，留不下脚印和你的同伴。荒漠扬起的沙，狂风刺进双眼，却从未迷失的你的视线。你一定是看见未来我的笑脸，所以你燃烧自己，升起了炊烟，守着我的家园，抚慰每片屋檐，把眷恋化成了期盼。今夜我们的梦一定可以重叠，就像日出与大地的相见。每当清风拂面，你一定
每一个